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先后沦陷。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香港成为了和英美等国保持联系的重要门户，还是英美援助中国物资的中转站，战略位置十分的重要。日军也认识到了香港的重要性，不光是对于中国的物资供应问题，日军还担心香港会成为盟军重要的海军基地，威胁到他们侵占亚洲的军事行动。日本随即准备夺取香港，切断对大陆的物资供应，并且防止成为英国的海军基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香港保卫战。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1941年7月2号，日本御前会议通过了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裕仁天皇批准了南进政策。11月6号，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发布了攻占香港的大陆命第557号命令，第23军司令官指挥第38师团攻占香港，并且说明对香港的作战应在日军进攻马来西亚后立刻开始。12月2号，负责攻占任务的第38师团在深圳、香港的分界线上展开。7号，日本偷袭珍珠港。8号，日本向东南亚日军发出了攻打马来西亚的电报后，日军大本营随即向准备进攻的38师团下令进攻香港，香港保卫战正式开始。进攻香港的日军除了第38师团外，还有日军中国派遣军第23军下辖的第1炮兵队、第51师团下辖的第66联队作为预备队和掩护部队，同时第23军飞行队、第2潜华舰队提供支援，总共是41900人、209门大炮和60架飞机、12艘舰艇。英国驻香港陆上部队共有6个正规步兵营，还有相关医用防卫兵、香港华人军团、炮兵、工兵等陆上部队。海军有3艘建造于一战时期的驱逐舰、4艘炮舰、8艘小型舰船。在12月8号，有2艘驱逐舰去到了新加坡，香港就只剩了1艘。空军有3架角羚式鱼雷轰炸机、2架海象式海上侦察机，空中力量和没什么区别，防空只能靠在各处的高射炮。驻港英军总共是13539人，炮台28座，大炮129门，飞机5架，大小舰艇10几艘。从各个方面来看，日军都是有很大的优势的。香港又没有什么战略纵深，抵抗不了太长时间。驻港英军的主要防御设施位于依靠于新界南部的醉酒湾防线，以及香港岛上的火力点。人员方面，作为主力的第38师团此前在广东作战2年，实战经验丰富，人员战斗素养也高。驻港英军缺乏训练，而且新兵较多，人员战斗素质不高。日军的计划是航空部队突袭深圳和香港的边界时，歼灭分界线附近的英军，之后前进到大帽山一线，为攻击醉酒湾防线做好准备，同时用机动部队在青衣岛作战，切断英国左翼后方，再有一部在马鞍山西南方向登陆，攻击英军右翼，在攻克九龙半岛后，迅速准备进攻香港岛。他们计划在香港岛北岸登陆，逐步蚕食扩大战果，最后占领香港岛。驻港军队方面分为大陆旅和港岛旅，大陆旅驻扎在新界和九龙半岛，依托醉酒湾防线阻击日军；港岛旅负责防守香港岛的防卫任务。12月8号上午，日军飞机空袭了启德机场、深水埗军营，摧毁8架客机、2架水上侦察机、1架鱼雷轰炸机。英军本来就不多的空中力量是损失殆尽。与此同时，第38师团发起进攻，准备直取醉酒湾防线。醉酒湾防线始建于1936年到1938年基本完工，它建在了新界南部的山峰之上，全长18公里，在防御工事内有大量的机枪碉堡、堑壕等防御设施，被称为东方的马奇诺防线。众所周知，能被称之为马奇诺防线的，都会获得和马奇诺防线差不多的下场。日军的第230联队第1大队组成迂回部队，进攻夺取青山道，但在进攻时基本没有遇到英军。英军方面在炸毁重料的桥梁后便撤退了。日军见到在分界线上没有英军，后便改变战略，向油柑头、白沙桥山、大帽山一线推进。8号，日军第228联队联队长土井定期亲自登上草山、合真山侦察，发现了英军在城门堡垒的防御阵地。在观察地形后，他发现此时是个发动奇袭的好机会。
但是他并未收到上级的进攻命令，准备回到连队再做商议。在回去的路上，他遇见了和他意见相同的第3大队的大队长西山辽，两人一意合计，决定当晚便行动。当时驻扎在城门碉堡的英军共有3名军官和39名士兵，日军通过200多人的奇袭，把城门碉堡拖住，四面没有援兵，攻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在10号凌晨，城门碉堡驻守的琼斯上尉向日军投降，日军抓住城门碉堡这个缺口，对醉酒湾防线进行强攻。驻港英军虽然全力抵抗，但依然挡不住日军的攻势。在11号正午12点，驻港英军司令下令全线撤回，命令大陆旅撤回香港岛。英军撤退的十分迅速有序，在日军发现之前就已经全部撤走了。但是他们的撤退和醉酒湾防线的崩溃，让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占领了九龙半岛。日军攻占九龙半岛后，并没有急着去进攻香港岛，而是开始对英军劝降，想从心理上击溃英军。在13号上午，日本第23军参谋和港督私人秘书的夫人李氏开始劝降，但是港督杨慕琦拒绝投降，说什么都不投降。日军见嘴炮没用，那就开火吧。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放弃嘴炮攻击，在对英军的防御工事造成破坏后，又再次出来劝降，但被英方拒绝。日军便开始了对香港岛的作战行动。英军在从九龙撤退后，进行了重组，将部队分为东西2个旅，以便更好的指挥和调配。18号晚上，日军展开了登陆作战。在登陆作战中，虽然受到了阻碍，但是都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其中的第230联队在登陆后，遭遇到了驻守在北角发电厂的休斯兵团的顽强抵抗，一时间无法再向前进攻。休斯兵团是英国政府征募居住在香港超过服役期的外籍人士组成的民兵部队。在发电厂的休斯兵团有70人左右，年龄普遍超过55岁，最年长的是77岁的香港会所秘书德府男爵。其中不少人参加过一战，除了阻击行动外，他们还趁着日军的攻击间隙，出动小分队奇袭日军，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伤亡。但是寡不敌众，被迫突围。在突围过程中，德府男爵被迫击炮炮弹炸死，还有不少人被炸伤或者炸死，最后无奈投降。在发电厂被攻下之后，日军便开始向英军指挥部黄泥涌峡进攻。日军本来以为又是一场硬仗，毕竟是指挥部，结果在第230联队进入到黄泥涌峡时，在那里驻守的英军呆入目击，什么都没发现。等到19号日军正式发起进攻时，该地的防卫部队才发现了日军。面对突然出现的日军，英军很快被打败。英军指挥官的错误指挥，让日军控制住了黄泥涌峡的出入口。西旅指挥官阵亡，对战场情况不了解的总司令官又盲目地发动对黄泥涌峡的进攻，被日军用机枪、速射炮打退。英军东西2旅被分割，成为待宰的羔羊。24号，日军进入到维多利亚城，西旅英军在湾仔的船街设置最后防线，东旅则是撤退到了赤柱村以南。25号清晨，日军开始了自己的传统异能，他们杀害了盛世提反书院内的英军伤员和护士。下午6点20分，港督杨慕琦和驻港英军司令莫德弼向日军投降，香港进入了3年8个月的日据时期。那天正好是圣诞节，香港市民称之为黑色圣诞节。香港战役历时18天，日军战死683人，伤亡1413人，英军阵亡1679人，1042人失踪，其他被俘。日军对香港的行动让英国放弃了对日本的绥靖政策，坚定了在太平洋打击法西斯的决心。总的来看，驻港英军必败无疑，从兵力装备上来看完全没有悬念。但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就抵抗了18天，还有几天还是日军给的。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